来，接下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应聘时 HR 说，我们公司薪资虽然没那么高，但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你刚毕业很适合你。如果作为应届生，你会怎么看？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去。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最差的是什么？最缺的是什么东西啊？缺一个确定性。我觉得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确定性的话，其实大家都愿意从一个公司好好的学东西。所以说，如果我能再回到当时的话，我一定会进入到一个行业里边，稳扎稳打，好好干。然后我相信任何的一个行业到最后做得好的话，也是一样的可以风光无限。我觉得思远在回答这个情商类的问题的时候，总是有点不自信。HR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首先你可以接受，但是他少给工资啊。这个时候你还想过，你要再加一句说，我可以接受在提升能力的时候工资少一点，但是我希望我能力提升之后能够得到跟能力相匹配的工资。所以原则性也是情商的一部分。这道题里面呢，我看出来的是他想看一下我们候选人对如何看待工作的回报。简单来说的话，回报按马斯洛的需求的话，应该分5层。那么能力和钱实际上都是第1层的基础需求，就是所谓生理需求。那但是呢，略有不同的是，钱代表现在，而能力代表未来。所以他本来是想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候选人呢，他给的回答呢却是安全。安全是马斯洛需求的第2层。这恰恰代表了我们现在候选人现在的一种特别急迫的需求，就是寻求安全感，所以在这里面我个人也觉得，其实找一份那个可能离家近一点的工作，确实比较适合我们的候选人。而且我补充一点哈，我觉得就是其实思远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说他作为一个，他假如是一个应届毕业生，他这么回答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他已经工作4年了。因为你的意向企业当中有举贤网，而且你想做 HRBP， 你又是学人力资源的，那我想问你2个问题哈。你了解人力资源的6大模块是哪6大模块吗？招聘、培训、绩效、招聘、培训、薪酬、员工关系。员工关系、薪酬。OK， 那你知道 HRBP 又是做什么的吗？ BP 就是 HR Business Partner， 就是做一个更高层的一个，去给到公司的一个合理化的人才结构以及人力资源战略。思远的回答没问题，很好，但是在回答的过程当中，你就暴露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你也知道 HRBP 是高于普通 HR 的，可是你连普通 HR 都没做过，怎么要越过去走 HRBP 呢？这个您讲的非常对，因为这也是可能跟我没有表述清楚。因为当时涂乐老师在问我的时候，就是我问了3个就业方向嘛，我就自己说了3个。其实第1个是我今天主打的，第2个和第3个是往后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他假如是一个应届毕业生，他这么回答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他已经工作4年了。比如说你要做 HRBP 也好，还有咨询也好，我觉得你对自我认知，我觉得是还不够的。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年纪，一定已经当爸爸了，我觉得你其实应该，你以后要往哪个方向走，你应该多一点思考啊。然后因为只有方向对了，你走的每一步才踏实的，而不是你飘着去想，觉得那个岗位看起来还美好，就想去尝试啊。这是为什么我刚才给你列灯的原因。所以思远，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应该先把你能做的做好，找一个你能胜任的工作。等到可能过一段阶段，你先把生存做好了，再求发展。我觉得这是我对你的建议。那个秦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之前是做这个销售的，然后比如说你们对这个销售的品类会有什么要求吗？因为我们在武汉是有办事处的。快消品也有了解过，然后其实快消品虽然说它的门槛低，但是它整个的一个做出来它是最锻炼人的，然后我对这个品类是没有问题的。现在谈到一个是你就是这个短期的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和你长期的梦想其实是完全2个方向。如果你现在决定选择就是继续做销售工作的话，可能会意味着你离的梦想会越来越远。我不知道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倾向性的一个抉择。就是我最后的一个想法是想做到咨询这样的一个类目。我认为咨询的话，它就是应该是各行各业的一个拔尖的人，不管你是营销或者说你 HR 做得很好，都可以到最后做到咨询这一块，这是没有，我觉得是不冲突的。
思远，我为你特别着急啊。在刚才问到你目前的家庭生活情况的时候，我们就更急了。如果我是你，此时此刻我根本不会谈什么咨询呢，还有什么 HR 这些我没做过的事儿，我根本谈都不会谈这种兴趣。我只会因为我迫切的想要有一份工作，拿出下个月的房贷，我要势必今天要打一场有准备之仗，拿下我最有可能拿下的工作岗位，那就是我的强项，就是营销和销售。我根本不会谈什么人力资源那些不靠边的东西，我没干过。现在离第2轮选择还有一定时间的时候，我再帮你一把。你现在的第一选择，所谓的营销这个岗位，你觉得你想去哪家企业做营销或销售类工作，能够为他的公司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能力？把数据说出来，把你的目的说出来，把你的能力说出来。笃定一点。你没干过？那就聚焦网啊，那就聚焦网。聚焦网的话，我可能的话，那就做一个猎头，做一个猎头，或者说是哥们儿，或者说是他的哥们儿思远一个作品你连人力资源的这个专员都没做过，你做猎头。哎，思远，我必须要说2句了哈，我特别着急。我这个着急不是因为你着急，是因为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为你着急。就是我觉得他们作为你背后的女人很不容易，所以我特别希望看到现在你应该表现的是你做过销售，你也有 to B 的这样的能力，然后举这样的案例，找这样的企业。为什么不去找这样的企业？他是个特别要面子的人，思源是个特别要面子的人。就懂他的，他特别要面子啊！我就不跟你说那么多，我问你最后一个实在的问题：有没有营销案例可以分享？要不然时间就过了。具体的没有。第2轮选择去过了有。哦，还有3盏灯。等会儿还有那湖北分会场的3位为什么灭啊？你能告诉我一下原因吗？想这个招聘的岗位的话，是我们整个这个大区的经理，所以我感觉可能是他现在对自己的这个行业的话，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定位，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谢谢。王总呢？其实企业最担心的是，就是说候选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是说你的稳定性我们是看不到的，而且是很难判断的。分会场的这几位企业家理由都非常实在。来，赵小叶，5000课程顾问，地点。地点在北京，但是我们是有宿舍的。斯凯乐户外给思远的工作是大客户销售。申夫提供的是线上办公的售前客服，也就是你不用离开你的城市你在家里办公。当然，销售的产品就是你所要的咨询产品。好，来，思远，留下2盏灯。后面2盏。申夫和斯凯乐。好，谢谢。来，我们直接进入谈钱不伤感情。现在剩下的2家的这个薪酬，要谈吗？我想问2位老板，您给到我工作是因为我暂时的一个经济困难，还是真的觉得我这人做这还行？你看你这人这好面子的这事儿又来了。涂理是了解他的，也是懂他的。我告诉你，思远，我们这儿所有的企业家，他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他要招一个人，一定是看中了他的潜质。思远，你有你的优势，然后你很踏实，而我们确实也需要有人去办这些事情。然后如果说我倒不觉得他踏实，我倒觉得思远是一个会有后劲儿的人。但如果你说他踏实，他今天很多选择和逻辑是不踏实的。所以如果你要看重思远的话，恰恰应该看重他是一个爱家庭、善良、有后劲儿的人。至于他的踏实不踏实，我认为他如果真的来到了北京，他面对更多的竞争，失去了家人的一些帮助之后，他一个人会变得成熟起来。我觉得他适合来北京去斯凯乐，应该来闯一闯，趁你还在30岁之前，才27岁。好，考虑一下，做出你最后的选择，10秒。斯凯乐、申夫，或者是谢谢再见。思远，你的选择是？申夫。好，谢谢。